大家好，我是老罗。我花了17天把我家的浴室重新翻修了一遍。上一期我分享了把旧浴室拆掉的过程，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第2集，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给浴室做的防水处理。那我们先来从理论上聊一下浴室防水的每一层都是什么东西。这里我画了一个图，这个图就是浴室地漏的横截面图。然后这个就是我浴室的样子嘛。假设我从这个下水口这块这么着切一刀，然后横着这么看就是这个图了。那左边是墙，右边这个很矮的这个就是这个挡水边，是这个位置。美国西北部的房子大多数都是这种木质结构，最底下的这一层就是 subfloor， 也就是安装在房子木架子上的这个木板，然后旁边这些竖着的木头架子叫做 stud。 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呢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这边是 stud， 这里是 subfloor， 中间有一个洞，然后这是底下的这个房屋结构。好了，那这个管子呢就是下水管，在 subfloor 这块要开一个洞，你就能看见这个下水管。然后在这个 subfloor 上面用这个接口连接到这个下水管，这个接口呢是用螺丝固定在 subfloor 上，像这样。那这个接口现在固定在这个下水管上边，然后这个东西呢是从上面用几颗螺丝固定在这个木板上。好了，下一步就是在这个下水口周围拿水泥加上沙子做出一个有斜度的底座，这个底座英文叫做 pre-slope， 然后这个角度呢通常是2到3度，像这样，这个角度斜边角度应该是2到3度左右，这个是用水泥加沙子做的。好了，在这个 pre-slope 上面要加一层防水层，常见的方法呢就是用一块塑料布，这个塑料布呢要覆盖整个浴室的地面以及墙面，像这样。那因为这是横截面嘛，所以在这里边是没有连接的，因为这儿是一个漏水口。但是从上面看，它是一块整张的布，然后呢这边要上墙，然后这边呢要包过去，这样进行防水。然后墙面，比如说左边这里需要用塑料布覆盖至少6英寸的高度，然后呢右边这边从这里把它包起来就行了。这个塑料布英文叫做 shower pan liner。塑料布和下边这个下水口连接的地方需要加上防水胶，然后用一个相对应的下水道接口从上面把这个塑料布固定好，像这样。在这个塑料布的上面和下边的这2层都会有防水胶，上边这个下水道呢是用螺丝把它固定到下边这个接口处。然后下一步呢就是固定水泥板了。大多数的水泥板呢都会要求不能直接放在这个塑料布上面，而是要和塑料布底下有一个缝隙。这个缝隙的尺寸呢，不同的水泥板有不同的要求，通常是至少1/4寸，像这样。然后这边水泥板呢也是，像这样有一个缝隙。好了，在做塑料布上面这层水泥之前，要先把最上层的下水道拧好。是这个东西，拧好。然后这个下水口的侧面会有小孔，就是这个浅蓝色的这个区域会有小孔。然后小孔的周围呢，需要先放上一些小石子儿。我这儿有几颗小石子儿，像这样。然后等这个小石子儿放好了以后，再用水泥做出一个有斜度的底面。这个就是最上层的水泥了，像这样。然后在安装瓷砖之前呢，需要给旁边的这些水泥板进行防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层防水只需要覆盖墙面以及墙和地面接缝的这一小部分，千万不要覆盖整个水泥底面。具体的原因等一下我会讲。这个就是防水涂层。好，大家再看一下，这个防水涂层只覆盖这个墙面以及它和这个水泥底面的这个接缝处这么一丁点儿。这边也是墙面和接缝处。千万不要覆盖在整个这个水泥的这个底板上面。好了，墙面防水做好以后，就可以上 thin set， 这里是 thin set， 然后上瓷砖，然后要填充瓷砖之间的这些个缝隙，这些缝隙，英文叫做 grout， 把缝隙填好。然后地砖和墙砖之间的这个缝隙要用 sealant， 也就是防水胶给留好。防水胶给留好，然后这个漏水口上还有一个漏水的小盖子。好了，那现在快速讲一下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层。首先，瓷砖之间的这个缝隙填充物，也就是这个 grout， 市面上很多的 grout 它是不防水的，地砖和墙砖也不都是防水的。
比如说 marble 这种天然材料，水是会渗透进去的 ；porcelain 这种材料就是防水的。但是呢，因为地球有引力嘛，水这个东西总是会往下渗透，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能做的呢，只有保证渗透的水能流走，而不是积攒在某一处。那这就是为什么最底层有一层这个红色的这个防水的塑料布，从最上面渗透下的水会一直往下渗透，直到防水布这一层，然后顺着这个防水布的斜坡，从这些小石子儿中间，然后流到下水口。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层水泥底座的上面不能刷这个防水漆。因为如果刷了防水漆，如果你这里还有一层防水的话，那渗透的水呢就会积攒在 thinset 这一层，就是这个绿色的这一层。然而呢，这一层呢又并没有任何的排水的方法，那你的水会积攒在这一层，它排不出去啊。然后久而久之呢，会导致掌煤或者瓷砖长时间泡水而脱落。好了，那回到我的实际情况，我在拆浴室的时候呢，并没有对这个 shower pan 进行到任何损坏，而且我仔细的检查过，状态非常好，所以我就把它留下来了。所以大家看我拆好的时候呢，是这个样子的，整个这个 shower pan 这几层都完好无损，塑料布也完好无损，所以我就把它留了下来。在做防水之前，我先把放洗发水的小格子改造了一下，旧的小格子有点窄，也不够高。我用了一些 2x4 把小格子的尺寸做好。这里我要插一句话哈，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水平仪，我在防水做好之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这个水平仪了。我现在很确定是不小心把它封到水泥板里边去了。大家在封墙之前呢，一定要看好，不要把工具落下。其实这个格子的尺寸我还是经过仔细的设计的。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墙砖的尺寸，所以我画了一个图，帮助我计划好这个小格子。那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小格子是这个尺寸的话，那我这块砖就有点难切了。所以最后决定使用这种方案，只需要切割2块砖就搞定了。而且每块砖只需要切2刀，比给一块砖上切掉一个方块容易多了。接下来就是装水泥板了，我用的是从 Home Depot 买的 HardieBacker Hydro Defense 水泥板。把这个水泥板固定在 stud 上，需要用到这种 back on 的螺丝。水泥板这个东西最好是不用切割的方法，找到需要的尺寸，表面上呢划一刀。下面垫一根木头，然后往下一按，就能分开了，很容易。当然，如果实在没办法了，要切割还是得切割。我选择的方法是用 Jigsaw 加一个特殊的锯条进行切割。水泥板在切割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非常细小的颗粒，吸到肺里边能够致癌。所以一定要在通风好的地方进行切割，而且大家记住，在切割水泥板的时候一定要戴上防毒面具。这些颗粒细小到能够快速堵住吸尘器的过滤器，所以我都没有用吸尘器吸，只是扫走这些尘土。固定好水泥板，下一步就是要把板子之间的缝隙用 thinset 糊上。在搅拌 thinset 之前，我们可以把水泥板之间的缝隙用网状胶布粘好。网状胶布英文叫做 mesh tape， 家装店里很容易买到。网状胶布可以帮助 thinset 更好的粘合，防止开裂。thinset 这个东西我还真不知道中文应该叫什么，我以后会专门出一期讲一下 thinset、cement、mortar、concrete 这些东西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我总感觉这几个东西好像都叫水泥。不过这集为了避免误解，我还是管它们叫 thinset 好了。搅拌 thinset 我通常是这几个步骤：首先找个秤，把需要的 thinset 粉倒出来，然后找个有刻度的桶，按照比例把需要的水量出来。第3步就是把量好的水倒进搅拌的桶里，这样我这个有刻度的桶就能保持干净。第4步把量好的 thinset 粉倒进桶里。那这里画个重点，我是把 thinset 粉倒进水里的。如果是把水倒进装 thinset 粉的桶，那搅拌到最后很有可能有一些在最下面的 thinset 还是处于粉末的状态。所以大家记住，是粉进水，而不是水进粉。这里大家也是要戴上防毒面具 ，thinset 粉末吸到肺里也会致癌。还有就是 thinset 这个东西会烧手，所以大家要戴上手套。下面就是把搅拌好的 thinset 糊到接缝处。等 thinset 完全干透，就可以上 RedGuard 防水漆了。需要一个便宜刷子和一堆这个
不知道中文叫啥，反正是一种布。这种布能够帮助 RedGuard 防水漆更好的粘合，尤其是在拐角处可以防止开裂。RedGuard 其实是有毒的，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尽量保持通风。方法就是先在拐角处抹一层防水漆，然后很快的在漆上加上这个布，最后在布上再刷一层 RedGuard。我先是把所有的拐角处都用这个方法上好了防水漆，当然我可能是有点 over engineering， 但是为了保险，我把所有的墙面也是用同样的方法，联合这个 fabric 布和 RedGuard 一起做好了防水。如果你雇人干活的话，所谓的这些专业人士可能会说我这么做完全是没有必要，但是我认为这么做等于是给防水层多加了一个保险。至于信不信呢，那就看个人了。我只能说加这个 fabric 确实比直接刷 RedGuard 慢很多，但是这么做让我自己觉得更心安。第一遍 RedGuard 已经干了，但这还不算完事儿。仔细看会发现有很小的没有 RedGuard 覆盖过的地方，所以大家记住 RedGuard 一定要刷至少2层，保证全面覆盖需要防水的区域。RedGuard 没干的时候是粉色，干透以后是红色，稍微有点刺眼。好了，那做到这里，这个防水就做好了。那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以后的几期呢，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我这次浴室装修的过程以及我学到的经验。好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欢迎给我留言，也希望你呢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老罗 ，See you next time。